迫不及待沉睡中醒来，故事从这里揭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，等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呼唤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您的外卖是吧？哎，那王大成没来啊？早上刚被开除了，什么？说你们医院有人打电话投诉，一边送外卖一边收垃圾，经理觉得太不卫生了。不是，但是他收垃圾都是下班之后，这跟上班有什么关系？老板嘛，又不喜欢他搞东搞西的。那他人呢？不知道，找工作去了吧？来，给个好评，谢谢。不是我没那么闲，我连他是哪个外卖公司的都不知道。那是谁？知道这事的就我吗？难道是？姐弟情深呐。哎，局长，你等等，我跟你说句话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着急去开会呢。王大成是我告的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像这样的人，连这样的工作都保不住，你还要跟他在一起？不能这样啊！我当然可以这样。你回家去问问吧，他们是否愿意让你和一个生活都朝不保夕的男人在一起？真狠！哎，我怎么有种逃过一劫的感觉？关于高勇的手术方案呢，各科室已经讨论过7、8次了，希望今天我们能有个结论。最重要的是，什么时候剖？原则上来说，剖得越早越好。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保不住的话，对于高颖来说，打击是巨大的，恐怕连活下去的动力都没有了。有2个选择，第一种是立刻剖，以全力保住孕产妇的生命为目标；第二是紧密观察，尽量拖到心脏最大承受力的那一天，让孩子尽量在宫内多成长。这当然对孩子是好的。从新生儿的角度上来说呀，尽量拖到27周之后比较好。高颖本人的意思呢，是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。这种情况下，手术方案只能是边等边看。怎么生啊？他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了剖宫产后的血液回流，手术风险很大，不光是子宫出血，最重要的是麻醉科对于呼吸循环的支持。也就是说，这台手术一定要在体外循环的情况下才可以。我们建议在体外循环支持下进行手术。术后转 ICU 后使用 ECMO， 心肺联合支持难度大，术后100%会出现右心衰竭，而 ECMO 从根本上不能缓解右心功能衰竭和感染的风险。术中要尽量避免大量出血，术后要预防产后出血。体外循环和 ECMO 一定要在充分抗凝的情况下进行，出血很难控制，甚至于在术中都等不到子宫的切除，也有可能因为控制不住出血，在术中死亡。即使可以勉强维持，但是他心脏功能的衰竭是无法逆转的。他肺动脉高压的病因就是因为他们右心的衰竭和肺循环的障碍，只有通过心肺的联合移植来解决。而关于心肺的联合移植，无论是时机的选择，还是供体的来源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在妇产科能遇到这样难度的手术，太期待了。你小孩太可怜了，才20几周。各位，我们安静一下。
我们尽量避免最糟糕的事情发生，但首先我们一定要确定让孩子在宫内多待几周，然后要跟患者沟通，告诉他们手术要在体外循环的情况下进行，术后要用 ECMO 维持，甚至一直能够维持到他做器官移植手术。这个患者比较特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派一个稳重的住院师来跟床。考虑到高颖比较善于利用媒体，夸大医生的言论。军校，我知道你的工作压力现在很大，但是你平时谨言慎行，我觉得你最合适。你来负责吧。好。这是好事儿啊，说明田主任信任你。这什么好事儿啊？一不小心就可能摊上医疗事故。好事儿，好事怎么不让刘建白去呢？这次高莹的手术可是举全院之力，就算是医疗事故，你上面有那么多主任，那么多院长呢，你放心吧。这不是怕背锅吗？高莹可是把所有医生的一举一动全部都记录在案，你想背都背不了。再说了，跟田主任参加这么大的手术是个很难得的机会，我也去拜托一下黄主任，让他多帮帮你。谢谢你啊。我还得去趟病房，田主任要和他沟通一下手术方案。加油！谨言慎行也算优点。高颖是个律师，据说他每天都在留存证据，所有医生护士都特别小心。这也挺好，免得被他惹毛了。我是不喜欢哄着患者和家属，但不代表我是个不懂事的大傻子。对，田主任是个大傻子。他就是大傻子。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喝奶茶。来一大杯压压惊。我不用体外循环。为什么？用体外循环要全麻，不用的话是半麻。我万一全麻的过程当中，我要再也醒不来的话，我就见不到我的宝宝了。你看，你非常清楚，就算有体外循环的支持，你很有可能在手术当中就离开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生呢？这是老天给我的礼物，是我们爱的纪念品。我因为心脏病，我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婚姻。现在老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不能放弃。老天给了你很多礼物，如果你不在的话，留这个纪念品还有意义吗？我出去。别这么说话。田主任，用与不用，生存几率到底有多大区别啊？不用，死亡率90%，甚至于还要高；用10%。还是用吧，亲爱的。既然老天要给我们最大的礼物，我们也需要用最大的诚意去接受它。你说对不对？既然我要全麻，既然我要承担这份风险，那么我问你，我换心换肺的手术和剖宫产手术能不能同时进行？我已经做过充分的调查了，就算我用了体外循环，我的心肺功能也不会回到从前，还要严重的依赖体外循环。我不能一辈子靠着 ECMO 活着吧？换心换肺恐怕不能跟剖宫产手术同时进行，因为本来手术的风险就很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会增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，我担心你的身体承受不了。还有，我们做不到在最恰当的时候，同时给你提供合适你的心源和肺源。那好，我答应你们用体外循环加 ECMO， 但是必须手术之后尽快的给我换心换肺。我要用最大的努力迎接我的孩子。如果你们不给我换的话，我就停了 ECMO， 我不会让你们医院好过的。别那么凶。有钱真的是能为所欲为啊！高颖之前服用的那种降低肺动脉压力的进口药，
1个月就要1万多块钱，换心换肺，说的跟换发型一样这么简单。再有钱也不能挑战医学的边界。他这是拿自己的命在赌，也是拿圣界的名声在赌。就好比赌局中的 show hand， 让我们全输，让我们全赢。怎么可能全赢啊？听起来浑身都疼。你们想啊，剖宫产加换心换肺啊，浑身上下每一个器官都要承受巨大的风险，任何一个器官出现差错，就会随时面临到死亡，还有抗排异。现在高英已经彻底绑架了医院，圣基必须举全员之力救活他，只为了他的自私，他的不管不顾。等着换心换肺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为了救命？有的人等了几个月，甚至是几年，我都怀疑他是为了换心换肺才怀的孕。我来了，谢谢你啊。老公，我们给宝宝起个名字吧。这么艰巨的任务，还是你起吧。你说他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那就起2个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你起女孩名，我起男孩名。要是女孩的话，就叫爱莹，怎么样？这也太敷衍了吧！那要是男孩呢？叫爱勇啊？我看可以。得了吧你！哎，孩子嘛，就是一种传承。我希望如果是女孩的话，和她慢慢一样，勇敢、坚强。哎呀，希望他别遗传我的心脏病就成。对了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以后你每年都要带着他去做详细的体检，知不知道？别像我似的，30岁了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。医生不是说了，你心脏上的小缝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大的，就算小时候年年做普通体检，也未必能够检查出来。倒也是哈，真够倒霉的。不过后来呢，我遇到了你，又怀孕了，我就觉得自己啊，哎，真幸运。好了，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买水果。早点回来啊。好的。有话跟我说啊。被看出来。当然。3甲医院哪有医生做完事还不走的？再说这胎心监护也不用你来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在知道怀孕的时候就想好换心了吗？没那么快想到。我是在被医院不断拒绝的过程中，发现了这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但换心换肺并不代表一劳永逸啊。我知道。我现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的存活率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要是不换心能活多久？我的意思是，您可以缓一缓，不一定非得要在剖宫产手术之后立即换心。那我万一挺不过去呢？你作为我的管床医生，如果我的手术成功了，你至少可以发表一篇 SCI 吧？到时候所有负责的医生都可以鸡犬升天。你有什么好劝我的？要是我剖宫产死了，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？好吧，祝你好运。田主任，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这个病人不能出一点差池，如果有问题，尽量我自己来带，免得沾你们的手连累。之前所有的资料和数据你都整理一下，不管换心手术成不成功，至少妊娠合并肺主动脉高压的剖宫产是成功了。好，这次你做的不错，患者家属也没怎么埋怨，论文呢也会给你署名。谢谢田主任。老天爷啊，
给足了高颖的面子，也给盛季的面子。临近衰竭的时候，找到了合适的配型。这颗心脏太珍贵了。手术时间8点10分。胸骨锯。 填呼吸。收据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 上下腔插完，转机，转机，下腔插入，停能量，准备换心。缝合。澎湃。 减流量，减流量，开放升主动脉。你们把这个心脏保护的还不错，看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你们一定要注意止血。好的，知道了。田子，恭喜你，开创了盛季的新纪录。你赶紧准备论文吧，不能再折腾了。再折腾，我这颗心脏不该交代。 为什么要救这种人？我刚买的手机，我怎么跟我老婆交代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手机我赔你。肺主动脉高压妈妈的春天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自己还在排异期，居然写这样的文章，简直就是教唆杀人呐！今天我们心外不知道接到多少电话，都是在咨询肺主动脉高压的心脏手术。我想，高颖不是妇产科接的吗？妇产科医生应该跟他关系很近，要不让他们劝劝他，让他撤了这篇文章。手术虽然很成功，可是他能存活多久，现在还很难说。现在有很多类似的患者在密切关注他。这种文章如果发出去，他们如果受到他的鼓舞，真的去怀孕，最后的压力还是会落在医院和医生的身上。真的是这样，
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送命。先让李俊霄劝他把文章撤了，然后让妇产科所有的人注册一个账号，再在下面留言科普，告诉他的粉丝，肺主动脉高压患者不要怀孕。单先生，你是这个意思？嗯，你还是把文章撤掉吧。你已经劝了我好多天了，可是不管你怎么劝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撤。我们生计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冒了这么大的风险，你就撤一个文章又能怎么样呢？可是我文章里没有一句假话，为什么要撤？高女士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这么幸运，能在盛季治疗，能得到 ECMO 的支持，而且还能在短时间内碰到一个合适的心源。你的粉丝分布在全国各地，如果他们受你的鼓舞都去做手术，那死亡的风险是非常大的。我说的很明确，这个就是在盛季发生的。如果当地没有这种医院，没有这种条件，还要去怀孕的话，那是他脑子不清楚。你真的不能这么想。现在有很多偏远地区的女性，她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，那她们怎么分辨你文章当中的条件呢？那就再加一篇，就说啊，以后他们遇到跟我一样的状况，全部都送到盛季，行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别得意的太早。我现在排异反应很严重，我每天都在发低烧。你告诉我，你们医院是不是急着做手术，把不合适的心源换给了我？不合适的心源是绝对不可能做手术的。那行，把你们田主任叫来，告诉他我这颗心脏太老了，我要重新换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的要再换？换？你疯了！你看看现在你的身体，整个胸口和腹部全都是伤口。医生不是说了吗？现在的排斥反应是正常的，只要按时服药就可以。你要是再换，身体受得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哥，我从来没向你发过这么大的火。但是看着你支离破碎的样子，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支持你怀孕。我一直相信你，因为你是个律师，研究过很多文献和法律条款，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没错。但是，我到了医院才知道，国外根本就不会建议像你这种情况的病人去怀孕。移植心脏的手术，最多也就是活10来年。接下来伴随的就是各种排斥反应，还要终身服药，何必呢？可是我们有孩子了。我不在乎。我当初爱上你的时候，是为了让你能够生孩子吗？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是高英你这个人。人不在了，孩子对我有什么意义？可是这孩子对我有意义。我知道，要是我不换心，我也活不到8、90岁。可是能留下一个孩子陪你，我起码心里能好受一点。不是手术它不成功，是我这颗心脏啊，它不行。我要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的心脏，我要是换一个新的，我肯定会活得特别久。我不会只活10几年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知道，一些方面你比我懂，但是面临你这种情况，真的能让你无限制折腾下去，继续伤害自己吗？情况呢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累了，这段时间的舆情一塌糊涂。盛季医院有那么多的大夫在网上发文章做科普，
都没能挡住各种肺主动脉高压来求子的。这样一来，他还能做得动手术吗？啊？虽然他说的对，心脏的确是年轻供体的好，但有一点是错的，他的心脏供体是一个脑死亡的年轻人，20多岁，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年轻、更强壮的心脏了。医学是有限的，他能折腾，我们也不能。哦，对不起，病房的，我接一下。喂，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高颖心衰，急性排斥反应加剧。喂，甲下隆激素冲击500毫克。对，立刻上。不应该啊，抗排斥的药再按时吃吗？是按时给的，有没有吃就不知道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们故意不吃啊？他天天喊着要换颗心脏，谁知道是不是为了再换颗心故意不吃的？你胡说八道！没有正的话别瞎说，出去。大剂量激素的冲击治疗要持续一段时间，之后再看情况吧。主任，是不是这颗心脏真的有问题？他的排斥反应才这么厉害？这真的是一颗很好的心脏了，我跟你保证。你也真是辛苦了，一个早产儿在保温箱里，一个换了新的在这里。后悔啊！林先生，我真心的恳求您，听我一句话，他不能再换心脏了，他的身体撑不住，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心源给他，劝劝他，配合治疗吧。我会的，会劝，会劝。我们也希望他能陪孩子一起长大，但是医学不是万能。感觉怎么样？还行。你跟他们说，我这个心脏不行，要继续换了吗？我说了，人家说这颗心脏是最好的，实在没得换了。他们在骗你！把主任给我叫来。今天主任在病房守了你很久，等你情况稳定你才走的，不要再打扰人家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用的什么药？说是什么激素？甲强龙。啊，是。我特意没吃抗排药，想吓他们一下。这可倒好，直接给我上激素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吃抗排药？对呀。高英，你疯了！你是彻底疯了！你不怕死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孩子，考虑一下我？死不了，我是律师。老天收人的时候看职业吗？就算你是律师，律师说死就不会死吗？高英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说你。但是你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什么惊吓了。你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！可是我做的这一切，我不就是想好好的活着吗？不然我不疼吗？好了，去把我电脑拿来，快！你刚醒，好好休息一下啊！我口述你来记录，我要把从我入院以来各个医疗环节上的疑点都记录下来，你去拿给他们领导看。如果他们不让我发，就得给我好好治病。高英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行了，你快去把电脑拿来，快呀！
说吧。我入院以来，医院对我的治疗环节有以下几个疑点：第一，高丽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别说了，我去叫医生，我去叫医生。喝点水就好。没事。水。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高阳，高阳，你没事吧？高阳，你别吓我，你别吓我！医生，医生呢？医生，快！性质下降，准备除钨仪。不是上激素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快叫2线，不，3线。哎呀！再说上，来。停吧，人已经走了。不会吧，主任，你在抢救啊！你们在抢救的高阳，救救他，给我救救他呀！高阳。高颖为了催促医院继续换心，没有吃抗排药。虽然激素冲击的比较及时，但最后肺部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感染，病毒冲击了心脏，抢救无效。接下来是我们妇产科，不，是盛济医院，将面临很大的挑战。这家人本来就很爱闹事。据我所知，高颖在临终前还在写盛济的负面文章。人家闹事我们管不了，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管好，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，不让人火上浇油。所以最近大家一定要对患者格外小心，不能让别人再抓住我们的把柄。盛济为了他们已经贡献了最好的医疗力量了。你是女孩子，你坐下。李先生，如果您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先跟我。田主任，谢谢。李医生，谢谢。各位医生，谢谢。我是高阳的丈夫林勇，这些日子辛苦大家了。作为她的丈夫，明明知道她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怀孕，却一味坚持她的选择，
给升级的各位医生带来不少麻烦。对于高勇的做法，各位医生虽然表示气愤，但是能够本着专业的态度去救治他，救治我的孩子。在这里，我代表高勇向各位医生表达深深的歉意，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，同时再次表示感谢。您能理解，太好了。人已经走了，再后悔没有用了。庆幸的是，我的孩子状况很好。田主任，李医生，我准备给孩子起个小名，就叫小胜，让他知道是升级的各位医生给了他一条生命。还有，我明天就用高勇的社交账号发布一篇文章，一方面宣布他走了，另一方面也是告诉和他同样病状的女性，不要怀孕，不要拿自己的生命赌孩子。谢谢您，有您这样的家属，我们就不怕受委屈了。谢谢您，谢谢。开完。哟，田宅宅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去，什么田宅宅？我现在是大主任了，你让我下属听你多不好。好的，宅宅主任。我还真忘了，什么主任在你这儿都白搭。行，好，叫老田行吗？行，我看行。哎，您喝点什么？那个莫吉诺。第一，上次张主任教过你，那不叫莫吉托，那叫莫黑托。第二，您都当主任了，还不喝点烈的？行，黑头就黑头。不是为什么我当了主任我就得喝点烈的？我现在天天被人虐，我还喝烈的，我就想喝那么点那种清新的小甜水，行吗？行，您等着。是不是张主任走以后，你只喝过这个呀？以前我根本就不喝酒，张主任呢愿意带着同事搞活动，每次我都是喝一杯可乐就回家。所以张主任叫你田宅宅嘛，他给你指定一款酒，莫黑托，姑娘们最爱喝的，你肯定喜欢。怎么样，做主任好玩吗？好玩，不到1年，啊，头发白了一半，好玩吧？不好玩，这不好玩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？在医院里啊，做科室主任，无论是地位和待遇，都会有提高。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？压力，科室发展的压力，科研的压力，社会舆论的压力，还有形形色色病人的压力，累吧？还不敢跟别人说，是不是？张主任的突然离世，我做了这个大主任，多少人说我是捡了个大便宜。我再说苦，再说难，我等于得了便宜卖乖。这成人的孤独啊就是这样，因为说什么都是错，只能选择不说。哎，那边那几位是不是你下属啊？杜弟，这儿，保证不叫你田宅宅。田主任，田主任，一个人在这发呆呢。没有，有老同学约我来这儿，我说这个像我们的岁数来这儿有点不太合适啊。他非要来体验一下。怎么着，过来放松啊？今天高颖的事情结束了，大家过来放松一下。都在那边呢，一起喝。不用了。那个他们这桌我抢。您确定啊？杜弟10几杯才刚漱口啊？是吗？那就一人请一杯啊。不用，田主任，我们请你。对啊，我们请你。田主任，你刚刚喝的那个呢是芒果味的，
现在尝一尝苹果味的。喝。喝不动了。是不是男人？喝。你别闹，拿这个论男人。我说不喝就不喝了，男人们喝。大主任，你在撒娇吗？闭嘴！这么可爱。大主任，我杜弟，要是在妇产大赛上获得了第1名，你打算怎么鼓励我？升你做住院组。真的？录下来。大主任，如果说我在妇产科大赛上拿了第1名，你就答应我，你就把我和吴聪瑞一起升住院组，行不行？对呀，现在在职的有1个住院组，你们俩要是升上了，就是3个住院组。2个院组太少了，它本来就不够。你想啊，我要是能拿第1，吴聪瑞绝对是第2。那可以升。那就是我和吴聪瑞都升住院组。你要是拿了第1，啊，我就把你们俩都升成住院组。大主任真好。再尝。大主任来，挑战苹果味儿。买单。都怪我害了你。真的没事儿，我这不是还在努力的找工作呢吗？你本来外卖干得好好的，现在公司不要你了，上哪儿去找时间自由、收入又高的工作呀？哎，这年代，只要肯干，还怕没饭吃吗？你在睡吗，我的哈尼？我在聆听你的呼吸，嘴角的笑容那么触手可及，我多么幸运能够遇见你。小小手掌轻轻牵起，我的心中有了勇气，陪你走过所有四季更替，你的成长点滴我写进心底。我听见最幸福的哭泣，空气都变得那么甜蜜，你的眼神填满世